29岁，月入6万，精致养生女孩；90后月入7万，月入8万的精致女生；30岁未婚，月入10万的女生；21岁，挣1万块钱需要多久？半天、1天、1个小时。你最快的时间大概是多长？1场直播1个小时。那你们这行业呢，挣1万块钱大概就是顶级一点的。很快吧，可能一天都不到，可能。主播啊，现在月收入大概多少？看情况吧，好的时候10几20个，不好的时候可能就5、6万、7、8万。那如果一个男生，如果他1个月的工资如果5万都没有的话，那他怎么去养活他自己的女朋友呢？那你觉得男方月收入多少才不会降低你的标准？我觉得不低于5万吧。如果是有5万的话，他每个月都要买衣服、包包、鞋子什么的来养我。如果不够的话，那肯定不行啊。所以你觉得所有消费都应该由男士来买单吗？对啊。请问你现在月入多少了？3000左右吧。这一个男生大概多少钱可以养活你？我觉得工资至少要在3万左右吧，但3万也不是很高。姐妹们，我男朋友都26岁了，月薪才2万，这正常吗？你现在觉得年薪20万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？可能不太行吧，一般吧，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生活水准，勉强解决一下温饱吧。中下水平，中等水平吧。那你觉得年薪20万属于什么水平？年薪20万啊，正常水平吧？是中等吧？中等水平。中等吧，大部分吧，一般人都这样啊。大学生，医学。那您毕业后呢？你希望的工资是大概多少？越多越好，1、2万、5万以上。大一，学什么专业的？应用物理学。未来期望的薪资大概是多少？就几十万吧。我发现很多女生对男生的收入完全没有概念。根据央行最新的统计数据，全中国月收入超过5000的男性，连50%都不到。你有没有经常去刷小某书，刷到很多人发帖，广州珠江精神的白领晒着月薪3、5万的工资条，朋友圈全部都是他们的潇洒日常。作为一个在人力资源行业待了10年的从业者，今天必须要来戳破这个真相。在广州，月薪1万已经是妥妥的精英水平了。首先3000到6000才是广州的薪资常态。10多年里面，我对接了5000多家企业，数10万的岗位，可以这么说，大多数的岗位的薪资也就这么一个水平。你有没有突然刷到那些视频，满屏都是月薪3万起步的精致女孩，5万、6万、8万、10万很常见。18岁第一台车30多万，人生第一辆车直接是宾利，看得人胸闷气短。原本想我月入1万都觉得自己赢麻了，别人怎么随便就财务自由了？醒醒吧，这些大多是精心剪辑的滤镜梦，现实远比短视频残酷，也远比它真实。咱们一起来看最硬核的真相。去年底，中国统计局公布2025年数据，全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，每月大概3615元。这已经把工资、副业、各种收入全算进去了。听着是不是比想象中低很多？但真正代表大多数的是中位数36231元，每月只剩约3019元。只要你每月到手超过3000块，你就领先全中国1半人了。前50%啊，这不是安慰，这是统计学最冷酷的现实。分城乡看差距更大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02元，每月约4708元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56元，每月约2038元。城镇收入是农村的2倍多，城乡比约2.3比1。虽然差距在缩小，但绝对差额还是触目惊心。城镇中位数51115元，每月约4259元，意味着1半城镇居民月入不到这个数。很多人还在4000以下挣扎。省份差距更夸张。上海全市人均91987元，北京89090元，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福建等也远超全中国平均数。一线城市收入轻松破8万9万，而中西部很多省份只有3万左右。收入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，大多数人生活在平均线以下。有人会说，平均数、中位数被老人小孩拉低了，对这个质疑很正常。咱们换个更硬的视角，中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大约9600万，起征点月入5000才开始扣税。劳动年龄人口超过8.5亿，简单算一下，月入稳定过5000元，你就挤进了全中国劳动人口的前1/8，前排位置已经不算边缘了。那些让城市转起来的普通人，不是短视频里天天晒奢侈的网红，而是凌晨3、4点出门送货的骑手，车间里站12小时的普工，办公室改稿改到眼睛红的白领，后厨挥刀的师傅，快递站点分拣的小哥，他们大多数月入3000到5000，很多连个税门槛都碰不到，
却用双手撑起了我们每天的烟火气，所以下次再刷到月薪3万才温饱。年薪100万只是开局的言论，别急着焦虑，那基本是一线城市顶尖圈层的小范围自嗨，硬套到中国普通人身上，就是在给你制造无形的压力，让你拿着几千块收入过得像欠了巨债。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打拼，月到手1万5、6千，听着挺体面，但房租5000多，吃喝玩乐、交通聚会再扔1万，月底剩5、6千，再把上海房价摆出来对比，2025年新房均价接近6万1平。他一年勒紧裤腰带攒钱，也就够买1平米，想拥有一套60平的小房子，连本带利可能得奋斗一辈子，甚至更久。现在换个场景想想，假如他回中部老家或县城，月薪4、5千，租个带厨房的小两室，500多块搞定。早餐胡辣汤加煎饼10块吃饱，晚上和朋友吃顿麻辣烫火锅7、80块，房价4、5千1平，月供压力瞬间小很多。周末随时回家蹭爸妈家常菜，和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喝啤酒聊到半夜，那种日子反而多了很多温度和松弛感。这不是劝你逃离大城市，而是让你认真问自己，我们这么拼命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账户数字越滚越大，还是为了生活本身更舒服一点？有空陪家人，有时间做喜欢的事，情绪别轻易崩。互联网最容易让人上头的地方，就是信息爆炸，让你一秒看到最顶尖的0.1%，却把99%的真实生活过滤掉。那些包装精美的视频，用1线城市的消费门槛审判3、4线甚至小县城的收入水平，让你拿着5000块工资，却操着50万的心，最后连最基本的日子都过得焦虑。消费观也得清醒点，新手机动不动8、9千，一顿高级火锅200、300起步，咖啡店一杯4、50很正常，但街边10块的手工咖啡也提神，几十块的衣服穿出去没人笑话，几百块的实用包背着也很有范，这叫消费降级吗？不，这是消费觉醒，不再被营销牵着走，不再为虚无缥缈的体面刷爆信用卡，不再把未来几年提前抵押掉。见过太多普通人月入4、5千，3餐规律健康，衣服够穿就行，周末睡到自然醒，陪爸妈聊天、打游戏解压，或者干脆发呆一下午，那种平静和满足比刷到别人炫富来得真实多了。这个时代从来没承诺人人年薪100万，月入3、5千才是压倒性多数打工人的常态。但这份收入是靠自己早出晚归、踏踏实实换来的干净不亏心，这本身就很有力量。真正让人敬佩的不是银行卡位数有多高，而是那些活得明白的人，他们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，不会因为别人的滤镜贬低自己每一天。再强调一次，每月到手超过3000块，你就领先全中国一半人，超过5000块已经在前排站稳了脚。别让虚拟的成功故事偷走你本该拥有的安稳。你现在每个月实际到手多少？还在和视频里的人暗暗较劲吗？还是已经开始慢慢接受，并试着活出属于自己的节奏？评论区大大方方报个数吧，不用藏着掖着。看看咱们到底站在哪个位置，说不定你会发现大家离得没那么远，很多人都在同一条船上漂，只是以前没勇气说出口。生活本来就该更真实、更接地气一点，别总盯着天花板上的光，偶尔低头看看脚下的路，其实也挺温暖的。